李长寿低头一看，目光瞬间有些呆滞，自己的身体腹部之上已经化作了仙躯，散发着七彩光芒，但自己的双手一双小臂自胸腹分割线之下一直到脚尖儿还是老样子呀，仅仅只是在原本道躯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缕缕仙灵之气嘛，活像是一个残次品雕像，一半材质是极品彩玉，一半却是烂土淤泥。体内元神也是时而流淌着七彩仙力，时而跟原本一个德行。应该也是察觉到了李长寿这边状况不对，上方仙乐停了，那庆云也散了，种种异象都消失不见，但是已经变成白色的结云却依然在迅速消散。李长寿迅速回过神来，不是，这怎么回事啊？在古籍上也没见到这种情况啊！天劫弄完了，天劫之力的量不够，是我把基础夯得太结实了，八道雷天劫劈不动，所以没办法让我的道躯转化成仙躯。我操，那现在该怎么办啊？主动截肢，让上半身飞升，我下半身也很重要啊，更何况元神也是半生不熟，无法化作仙婴的状态，我总不能把元神也给截了吧？元神这玩意儿怎么截啊？又不是跟练辟邪剑法一样，有些东西能说不要就不要啦。李长寿抬头看向空中那即将完全消散的劫云，心底急速的思索，面色也有些着急。此刻他也顾不得那么多，必须现在就解决这般尴尬的情形，他可不想做一个半生不熟的仙呐。仙人境的大门已经被推开，顺利度过了天劫，自己却因为修的道基太壮卡门上了。抬手，李长寿前冲2步，对着空中残存的劫云匆忙大喊：且慢！那劫云顿了一下，但随之加速易散，转眼就消失不见了。我跑了？李长寿还没来得及吐槽，突然又听咚的一声闷响，元神道躯齐齐轻颤，一股难以言喻的威压从天而降，锁定在了他的身上。一句且慢，生死两判，不过这次被判的好像是自己。李长寿在自己这句且慢说出口时，心底已经泛起了几分明悟。而当那股威压从天而降，李长寿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现在这种情况，还别说，真的要他自己背一半的锅，另一半的锅只能送给本该无所不察的天道老爷。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阵阵的嗡鸣声，上空诡异的出现了一层层波痕，这股惊人的威压直接笼罩在了方圆100里之内，让此地生灵瑟瑟发抖，一动不敢动。李长寿再次抬头看去，却见空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朵仅有数十丈直径的乌云，乌云中央缓缓裂开2条缝隙，像是2只巨大的眼眸缓缓睁开，整座乌云也凝出了一道老道的面部轮廓，没有任何表情，空洞的眼眸在注视着李长寿。天道道祖。李长寿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瞬间被看了个精光，心底泛起了一股强烈的危险预感。灵觉已经不是跳动了，已经快如烧开水的铁壶般在那吱吱乱叫，甚至原本已经闪烁仙光的上半身，此刻的仙光也已经被他逼入体内。怎么办？现在这种状况，万一被算作天道出现了偏差，被当成洪荒中的漏洞，必然有被天道直接抹杀的危险。哪怕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我什么因果都不沾。心一横，李长寿此时管不了那么多了，顶着威压高喝一声：道门弟子无意冒犯天威，实乃粗心大意，一时疏漏，请天道老爷稍作等候。我你妈，我在说啥？我还让天道稍作等候？此消神雷警告我去！李长寿连忙解开自己的道袍，
将道袍内穿着的那被缝了前后16个布兜的法宝短褂脱了下来，随手收到了手镯中。当真是没想到啊，自己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暴露了一部分底牌。为天劫准备这么多，他是万没有料到啊！天道对于他原来真的没有那么上心。左臂靠着肩膀处缠绕着一只布绳，绳子绑有一块碎玉，这碎玉散发着淡淡晦涩难懂的道韵。无名碎玉。李长寿5岁时，草原上来了一批掘墓为生的贼人，拿着一批挖出来的谷物与他们部族换取牛羊金银，这块碎玉就被当作了普通的玉石，被李长寿发现其上写着一个古体的火之后，撒娇得回，作用具体未知。但李长寿入门10年后，偷偷将碎玉放在师傅身旁，自己用初学的推算之法，竟无法发现此前能稳推算出师傅的踪迹。碎玉的作用推断为能躲避推算之法搜寻，自此一直带在身旁。布绳本来是一块麻布，其上沾着血迹，自一卷古老的兽皮夹层之中取出。兽皮中所记录人族先贤之事，此麻布因为某位人族大人物受伤后落下的碎片。作用根据兽皮上的记载，人族佩戴可以得人族圣贤庇护，但应该纯粹是心理作用。一把将布绳和无名碎玉拽下，塞到了手腕的手镯中。李长寿又在手镯中拿出了一柄匕首，扭头看向自己身后。空间降下的天威顿时减弱了许多。李长寿心底一喜，但很快就稳定精神，扭头看向自己左肩后部，那枚直接用纹身手法刻在皮肤上的古老符箓，此时正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李长寿滑动匕首，在符箓角落划过，这符箓瞬间被破。还好，只要稍后伤口愈合了，符箓自会恢复。这是上古巫族秘符，躲灾避祸防推演，为祖巫所创，对抗妖族所用，需要刻画在兽皮之上才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刻画在血肉之上效果更佳。这样的秘符在右侧肋下还有一道，李长寿同样自己划破，瞬间空中降下的天威再次减弱了一分。然而这些还没完，李长寿捕捉到了关键词：防推算。立刻将自己贴身带着的其他几样东西收了起来，比如封在内裤口袋中的2只小巧的古钱币，据说是上古人族第1版钱币，其上具有少量功德，也有防推算躲灾祸的作用。脚腕上绑着的一只腰骨碎片，大腿上贴着的一只彩色鱼鳞，林林总总，总共7样稀奇古怪，被李长寿拿师傅做验证，确实是能不同程度躲避推演之法搜寻的奇物。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法宝，难在发现，不难入手。说起洪荒，给人印象颇为深刻的，除却各种各样的法宝、各类神通、各大高手，应该就是那神奇的推算之法了。修为高深且精通推算之道的大佬，借天道之力掐指一算，10万里外发生之事瞬间了如指掌。李长寿本身就是一个小秘密，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到这个洪荒世界，在这方面的防范意识十分强烈，辛苦在家走运搞到了这些小玩意儿，可他万没想到，天道竟然也被忽悠过去了。此时那威压已经渐渐地消失不见，乌云之上的老道面部轮廓也缓缓消散，但是乌云还在他的头顶漂浮。李长寿浑身冒出冷汗，若非自己心理素质还算过硬，此时已经忍不住要瘫倒在海面上了。他搞这些东西纯粹是为了防止别人通过推算之法测算自己，并非是为了防备天道啊。修为境界太低时，
任何刻意的伪装反而会引起高人的注意，招来祸端。这个道理他早就明白，在门中一直是用普通来做伪装色，他又如何会刻意跟天道过不去呢？大概可能没准是天道有几种不同的模式，待机、节能、全力运转、高性能纯属玩笑。天道监察天地万物之运转，并未对所有生灵都过分关注，尤其是还未成仙没什么破坏力的生灵。之前李长寿渡的8道雷劫只是天道根据他的资质降下的，类似于某种已经设定好的程序。当渡过天劫之后，自己这边出了问题，才惹来了天道的注视。而原本其他像李长寿这般自身积累超过了资质预期的许多渡劫者，天道自会调整天劫强度，给渡劫者足够的魔力，渡劫者受不住也是生死套销。但鬼知道李长寿在身上还带着这么多稀奇古怪的防推算的东西，天道在节能模式下看走了眼儿，而天道认真一看，哟，他一个半仙，浑身上下自然没有半点秘密。刚才降下的威压并非是在探查，而是在警告，真紫霄神雷警告。还好，可能是此前有礼貌的好处。李长寿调整呼吸，将短衫和道袍迅速穿好，心底思量着该对天道老爷说点什么感谢词儿。突听空中闷雷炸响，方圆千里风云变色。李长寿已是双手前拱，做了一个深深的道揖。道门弟子今启苍天，渡劫之变数实非弟子有心计算，仅为弟子躲避人灾人祸之手段。今日得此道机，实乃弟子得道门法典，谨遵道门祖师教诲，日夜艰苦修行所致。恳请苍天念弟子修行不易，再降一次雷劫，也请苍天允许弟子换一渡劫之地，以求不遭非命之劫。他话音落下，空中那朵乌云开始缓缓膨胀，四面八方有一阵阵劲风吹来，方圆数百里之内的海面上生出了一朵朵灰云，朝着李长寿头顶汇聚而来。李长寿立刻明白了什么，转身朝着海水冲去。自己此前为了防备渡劫前有人捣乱，特意寻了几处渡劫之地，而且在海底布置了加速水遁的阵势。谁能想到他去第2处渡劫之地，并非是因为人为干预，而是渡第2次天劫。成仙劫搞2遍，这事听都没听过。果然呐，面对天劫，准备再多后手也不算过分。这一次劫云笼罩了方圆100里的海面，而且劫云的厚度也是此前的10倍。李长寿在海水中飞速水遁，这大片劫云在上方朝着东侧保持同速度飘动。且看劫云之上，劫云凝成了一座巍峨的天宫，天宫前后是数不清的灰色人影，在天宫之中还坐着一位威严的帝君。这些人影皆是劫云凝成，看不清任何面容。天宫之下，2尊巨大的龙凤雕塑，龙张牙舞爪，凤展翅高啼，似乎下一刻就要化作活物互相厮杀。龙凤之下却是一群群凶兽，一道道魁梧的人影，似在演化大妖巫神的一场大战。最下方一只只银白泛紫的雷斑在劫云各处显现，却在劫云中迅速的汇聚，化作了一口10丈见方的雷池。雷池之中的雷霆如焰在缓缓被填满。李长寿的第2渡劫之地就在300里外，一路上有数个此前布置好的阵势，不断给水遁中的李长寿加速。几乎他赶到第2处小岛，空中就传来了轰鸣之声。顾不得太多，李长寿抓住一只宝囊，用力甩动，
6只折叠法爷鸟笼被扔向了各处，这次都来不及打开它们。宝囊尚未落地，李长寿左手已经握住了一把刻刀，右手抓住一把木剑，袖口飞出了一只只符箓，心有所感。刚刚抬头，李长寿脚下顿时一个踉跄，这是什么东西啊？空中那雷石缓缓倾斜，一片雷瀑对着他劈头盖脸的砸下，无数雷霆瞬间将这片昏暗的天地照得透亮。李长寿左手刻刀飞速的晃动，凭空刻下一只古字，全身上下法力鼓动，上半身再次闪烁出七彩仙光，仙灵气息被他铺在最上方。李长寿的身形被雷瀑淹没，那些古字瞬间破碎，他修长的身形也被摁在了那已被融化的地面上。稍顷，雷光消散，李长寿跳出地上的那四四方方的深坑，道袍只剩褴褛，气息跌宕，难以平复，禁不住低头喷了口血。这才是咱真正的天劫，够劲儿！他立刻挥动刻刀，在身周写下一个又一个古字。这些古字连成的内容，是一篇上古人族先贤神农氏所写《不更》。这些古字宛若自成某种阵势，在他的身周按原文布局排列，而后缓缓升到李长寿头顶。与此同时，李长寿身周涌出了一团三昧真火，将他自身包裹在其中。在他身周各处，一朵朵九瓣莲花缓缓飘开，个个如同脸盆般大小。这是他全力催动自身法力时出现的异象。来吧，天劫！